棵大树貌似被雷劈过，从小做好事的丧彪随即对其做全身检查，并用野生木工钻深入内部。他发现树兄身体还是很硬朗的，于是钻孔后便收集了些坚硬树干，锯成小段，并按孔尺寸精修一端。作为一名低欲望人群，他打算以此搭建楼梯，在此建造一个梦中藤屋。周围材料十分不错，看着也像个辣条的居所。于是冒着可能会享受到电疗的风险，他决定精修大树宽敞的部位，以此来作为地板搭建的空间。由于锯子和斧子用起来十分趁手，很快上面就处理平整。而作为一个满级边框人，除了需要收集韧性不错的树干外，更多的是将方圆百里的藤条收集回去。也许是上天的眷顾，虽然拽藤条的时候没掉下辣条，但他却意外发现周围有许多大火。于是削尖木棍后，他便开始往下挖掘。这种印度土拨鼠来了都要叫一声师傅，毕竟很多人用锄头都要挖得很吃力。周围有很多猪，到时候挖完开车拉到集市还能小赚一笔。而说到车，为了能开得舒适且安心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奔驰 C 级，只花了5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试开3天，旧车也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等完成材料的收集，小屋建造还未结束，他却打算先干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这也不过分吧。不过白嫩肥美的山药有点卡劲，好在有野生瓶装矿泉水在，补充体能。丧彪开始搭建框架，为了方便小屋的塑形，整个框架用树干与竹竿组合绑牢，底部地板龙骨则用木工钻打孔，再打入削好的木钉来加固。而地板则是丧彪的强项，编织工艺让整个地板直接上升一个档次。而窗框则使用上藤化圆，一个响雷直接能原地化身。搭好承重柱，再将屋顶龙骨给布置完毕。而作为一个满级边框人，屋顶的制作必不可能假手于人。只见丧彪将藤条从龙骨之间来回穿梭，一段时间过后，就是坚如磐石的藤甲盖。至于墙体编织的口诀就是木直众绳，柔以为轮，奇曲中规，虽有槁铺，不复停者，柔使之然也。建完墙体后，丧彪出来觅食，深山老林竟有意外收获，采摘野生茶叶，干净又卫生。回来后用藤条又编织了个忍者神龟盾，安装上去安全感拉满。不过要想在雨天实现深度睡眠，屋顶怎能不做好防水呢？它是最好的野生混凝土，只需将其抹在顶部的每块区域就行。但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屋顶还需加点绿。盖了冒了我的老北鼻，防水防水土流失2+1。接着将室内再精装一下，并用藤条和泥巴结合来布置排烟管。这样一来，提前养老的生活算是过上了。不过睡上半小时，丧彪就被饿醒，上来不管是什么洞他都掏上一遍。螃蟹我今晚又要红了，摆在摊位无人问，藏在深山是珍品。好在没掏到辣条，要不然又成为一枚老实人。今晚又是丰盛的一餐，不过烹饪还是缺少点调料，他只能将就着吃。丧彪现在只祈求今晚别打标枪，